嘿，大家伙儿早喽！2月23号星期四清晨，还是在大阪的街头。天亮的一天比一天早了，现在往最东边看，已经开始不那么黑了，气温也有所回升。今天还是轻松跑，第3个训练日。一个强度课之后，基本上要2天，甚至要3天的恢复。昨天是减强度不减量，就是还是跑了计划的21公里，但是跑得慢。今天会跑得短一些。经过一个小伙伴的提醒，突然发现新一代的 Stride 有些小问题。其实不是 Stride 的问题，是在这个生态下会有一些使用上的不方便。这个一会儿咱们聊聊这个。还有比赛中，之前我一直没有说这话题，因为我其实经验也不多，就是关于兔子的事儿，就是配速员。今天咱们聊这个。这边的马路是这样，就是在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下，汽车开的是挺快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还是除了特小的路口像这么早，还是都看红绿灯。行，那咱一会儿聊啊。这沿海城市的天气就是奇怪啊，天上开始掉雨点儿，但是特别的少。今天往这边跑一跑，还没在这儿跑过呢。新一代的 Stride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在高驰的手表上，有的时候会突然一下就增加了好多距离。我已经经历了4次了，前3次都是第1公里，大概在800多米的时候就突然跳到1公里了，但是之后都是正常的。昨天经历了一次在8公里的时候，还差300米就直接跳到8公里了，之后也都是正常的。这是在高驰上。在苹果这边，大家知道我用 WOD 这个软件，就是 Work Outdoors 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之前我认为是公认的最好的能支持 Stride 的第3方 APP， 在苹果的手表上。上一代的时候是很完美的，这一代的时候遇见了问题，就是它的显示和记录在这个软件里面自己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软件记录的运动的原始文件上传到 Stride 官方的平台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原始文件，其实不是原始文件，就是苹果手表的用户应该都了解，如果用这个软件的话，它是可以把运动的记录写到苹果自己的健康里，还有运动记录里，对吧？在这个情况下会有3个数据不对，第一个是垂直振幅，第2个是触地时间，第3个是步频。具体的不对是这样，前2个垂直振幅和触地时间都会有时不时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数，最后造成的平均数特别大。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我的垂直振幅，假设是 5.5 厘米，正常情况下你会看到都是 5.4、5.5、5.6、5.7， 一个点一个点的数据，突然有一个点就会变成10几。触地时间也一样。
但是只在苹果的健康里是这样，它往里写的时候不明原因。至于步频在苹果的健康里是看不到的，要在运动记录里能看到，就是那3个圆圈的那个 logo 的 APP。看到的折线图就是波形图，还有就是每公里的数据或者每一个点的数据都是对的，但是平均数一直显示是0。而这些数据在把这个原始文件导出来放到任何平台都没有问题，不明原因啊。我早晨给作者写了个邮件，刚才手表推送了回我了，我没看。所以就是说，如果您用 WOD 加 Stride 在苹果上训练，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有解决方案。我现在的解决方案是把 WOD 这个软件的写入权限，其中的触地时间和垂直振幅关掉。这样的话呢，如果您的手表是支持动态数据这几代的，手表会写，手表写的数据是对的，只是你会牺牲掉 Stride 的这2个数据在你的苹果手表的健康里，但是在它官方的平台是不牺牲的，没有问题。第2个小缺陷就是新一代 Stride 的新的数据到现在也还没有被支持。这个应该要再等一等。但是总体来看，新一代的设备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很准。所谓的准就是基本上没有校对系数的问题了，换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了，这我还是挺满意的。所以东京马拉松我是这样计划的，苹果这边换成 GPS 来提供距离和配速，然后右手呢带一块其他的表，通过 Stride 来获得距离和配速，或者反过来，反正一边一个吧。但是 GPS 的那块表一定得是双频的 GPS。雨越下越大了啊，我不知道镜头上有没有水滴，如果有，大家抱歉了。然后咱们简单聊两句兔子这事儿，我就跟过2次兔子，一次是2016年的北京，想破4，跟了一个兔子，但是最后我超过他了，还是他超过我了？他超过我了，对，因为那时候国内的马拉松其实还没有像现在组织的这么好，那个时候的兔子都是枪声成绩，因为不在前面出发嘛，所以他得往前赶。最后虽然他领先了我不少，就是在快结束30多公里那个折返那小区那儿，他已经在对侧了，我还在另外一侧，但是最后我也破4了。那次就是一开始跟着人家跑，但是会有明显的吃力感。什么吃力感呢？就上坡，也可能是我上坡比较弱吧，上坡会掉，然后下坡能追回来。但是跟着兔子的好处呢，就是你就不用太担心你的速度，因为那个时候手表还不像现在那么准。但是其实坦白说，有手表问题不大。跟着兔子更多的是感受一种团队感，因为跟兔子的人多嘛。第2次跟兔子是2018年的柏林，那次其实跑得一般，因为就像我昨天说的，长距离的强度练得少。那次跑了3小时45分多，到最后不行了，突然发现有一个345的兔子，但是人家的那个兔子就是按照真正他的过起点那个时间，就是净成绩来带，所以你应该在起点就跟着人家。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出发的，但是最后我抽筋儿很厉害，我从20来公里的时候跟着他的，然后当时还跟他聊这个基普乔格到底能不能破世界纪录，
就是第一次2小时01分39秒那次，然后好像我记得就他那时候他碰见他没多久，他就跟我说他听到消息，然后201，我特别兴奋。之后最后一直抽筋儿，我跟他说我抽筋儿了，然后他说你就别去想肌肉，把注意力往别的地方放，是有用的。最后冲过中线还合了个影，我看还能不能找着，应该能。跟兔子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理解，就是为什么说这话题是小伙伴问他的成绩感觉比官方提供的兔子最快的还快，怎么办？那您就不要跟，就跟我跑马拉松一样，我也不跟，因为国内的像北京好像是只到3小时。跟兔子只有2个优势，一个就是团队力量，一个就是可能能帮你破风。嚯，这儿这个路，团队力量呢，一般就只是说在心理上，就你想点别的，就不想这个事儿了，会好一些。破风这事儿因人而异吧。你们看我北马的视频也是，我基本上没有破风的，很少。我跟人家也不跟得特紧，和斜后方。你们看之前视频出现的元大都的大神马老师，这次北马他们那团队他一直领跑。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是大风天气，正常天气跑步，是否有一个破风的可能影响没有那么大，1-2分钟吧，全程马拉松。个人感觉啊，不对的或者有不同意见，您可以弹幕评论我。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正好有您要破，比方你要破3，那这个时候可以跟兔子。如果上下差距已经在预估的5分钟之外了，就不要跟了，就随缘了。然后跟兔子的时候弄清楚他跑的是枪声成绩还是净成绩，你就问他就行了，他们都有赛前的培训的。看大阪城跟兔子还有好处，有的兔子会帮你拿水，但是那得是比方说我能跑3小时，我去当4小时的兔子的时候，像破3的兔子其实也行。像我现在的水平，如果认真准备带人破3的话，我也能做到帮人拿水，也就仅此而已了。然后兔子可能会更多的做赛道的功课，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有能量胶什么的，给你加油打气。但是据我观察，基本上到了30多公里以后，大家都顾不上了，就是跟着的人也顾不上了，有劲儿的就往前冲，没劲儿的就掉了。真的跟着兔子每一步都跟着完赛的不多的。更多的意义可能就是你到后边快不行了，突然碰到一个跟你要的成绩正好，你可能跟一下有意义。开始的10几20公里大家都差不多，行吧，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轻松跑了，雨越下越大呀。2月23号星期四清晨7点22训练结束啊，第3个训练日15公里1小时11，平均配速4分46，心率142，步频199，功率213。今天的步频来自于手表，我看看这样设置的话，在 WOD 里能不能写进去。另外顺便说一句啊 ，Stride 官方的苹果手表的 APP 还不能写那些动态数据，它只能写心率、配速和距离、时间这些，就是其他它都写不到苹果的健康里。就是这一代苹果不是新更新的那些跑步动态数据嘛 ，Stride 的官方的 APP 还没支持，否则的话我就会用它官方那个 APP 试一试了。现在先是用这个试，然后回去看看WOD 的作者的邮件写的是什么吧。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设备，其实这些设备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这些年，智能设备、跑步监控的设备蓬勃发展，是个好现象。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的。毕竟 Stride 是个开放的硬件，只是它的技术能力可能相对有限吧。
期待它在别的手表上的表现，有机会试试佳明，是不是？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兔子，就是如果您正好在3小时、4小时这坎儿上，可以跟着兔子来，但是到最后呢，反正怎么说，还是那句话，我再说一遍，真正我看到的能完完全全全程跟下来达成目标的，其实跟一开始你们看到那一个大团体比是绝对少数，绝对少数。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一切都不如自己有这个实力。就如果您具备了破4、破3的实力，那它是早晚的事情。跟着兔子呢，可能会让这场比赛更保险一些，仅此而已。抛砖引玉啊，也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学知识，就是一些小的个人观点。那好吧，那今天就这样。这周有可能会调整一下训练周期，有可能周5、周62天都训练，就明天是我第4个训练日，但是按说应该周6训练，周日是第1个训练日，对吧？但是周日是大阪马拉松的日子，要去拍摄，同时呢，大阪城呢那儿也会封路，所以就不太好训练。所以明天、后天，周6呢会跑一个很轻松的跑，然后周日休息，周1恢复第1个训练日。行，那就这么着，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一切都顺利。咱们加油干啊！明天见。